Hello，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系列的产品，那就是米家。小爱同学，把客厅灯关了。我自己买过很多米家的产品，主要原因是它性价比比较高，也就是所谓的 CP 值比较高，而且它的设计比较简洁，不难看。相比传统的家电要好看很多，当然也不是没有好看的传统家电，据我看到的一般都特别贵。简单介绍一下米家，参考这个官方的说法，米家是小米旗下的一个智能家庭的品牌，它包含的产品有很多种，从它的官网上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家用电器，包括厨房电器，还有一些居家配件。当然这个只是一部分产品了，它的产品可能还更多。但我理解是这样的，小米它这个品牌下面原来主要是做手机，后来又衍生出来一系列诸如电视、笔记本电脑等产品。它再往后就是刚才说的米家系列的产品，主要定位在智能家居的这个方向。当然它还有一个叫小米有品的这样一个类似于购物平台吧，包含了除了前面说的小米、米家品牌的产品之外，还会有一些第三方的品牌产品。而米家就相当于介于小米和小米有品之间的这样一个定位，相当于说把供应链上的一些产品，如果小米认为这个产品是比较好的，而且又符合米家这样一个定位的话，它就会贴上米家这个牌子。当然，至于背后是不是小米的子公司，或者有没有投资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作为普通消费者其实是无所谓的。这里所说的智能家居或者说智慧居家产品，相比传统的家电来说，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些家电可以接入到网络，并用你的手机去控制。后面我会从两个最基本的产品给大家介绍一下智慧家居或者说智能家居最简单的玩法。这两个产品也是价格非常低，而且接入成本也很低的两个东西。那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第一个是小米的智能插座，这个插座是我在2016年3月买的。这个插座的基本功能就是它可以把一个传统的电器变成一个所谓的智能家居。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个插座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到你的手机上，通过手机去控制它，插在上面的电器就可以经过它来进行控制。我用这个插座主要是用它来连接我的电热毯，因为我在用电热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睡前忘了开，开了之后又忘了关，就算我想起来把它关掉了，但是可能睡到凌晨又很冷，又想开它。连上这个插座以后，我会设定在我日常睡觉的前半小时就把它打开，然后在我入睡大概过了1小时之后又把它关掉。如果是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会让它在凌晨的4点、5点、6点，每1个小时可能分别再开启个10分钟到20分钟。而且就算后面你手动开启它，而忘了关掉之后又出门了，也可以在外面用手机 app 远程把它关掉。总的来说，它有3类功能。第一类是能够进行远程控制，第二类是能够进行各种简单或者复杂的定时，第3类是可以跟其他的智能家居设备进行联动。当然联动会涉及到其他的智能家居产品，这个我们后面再说。说到插座，要提另外一个产品，就是米家的这个空调伴侣插座。我看了一下，它可能只在中国大陆的官网有。它的功能是说，除了前面那个插座的基本功能之外，它可以充当空调的遥控器去控制空调，进行各种设置，就比如说调整温度、调整风量大小都可以。因为它这个自己会集成红外线，所以它可以去自动的匹配空调的遥控器，然后去对空调进行一个详细的设置。有了这个插座之后，就可以把一个传统的空调变成一个所谓的智慧空调、智能空调。说完了插座呢，第二个介绍的就是这个米家的灯泡。这个灯泡跟日常的普通灯泡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这个接口也是原来那种传统灯泡的接口，而它能实现的功能跟前面那个智能插座很类似，它本身可以接入到你家里的网络这样就可以接入到米家的 app， 进而可以通过手机进行一些控制。大体上也分为这3类，一类是可以远程控制它，然后另外一类是可以进行一些定时的操作当然第3种也是一些联动的场景吧。另外这个灯泡本身可以调整它的亮度和色温，而这些也都是可以在手机上进行操作的。再来说说我是怎样去设置这些灯泡的。首先说一下定时方面，因为我平时大概是在12点左右睡觉，我会把客厅的吊灯设置在11点半左右去自动关闭，然后11点半同时会打开沙发旁边的阅读灯，这样我到11点半的时候，如果在客厅里边玩电脑什么的，提醒我马上到睡觉的时间了。然后另外我也会设置一个回家自动开灯。当然这个是需要另外一个产品，就是小米的智能门锁。当然这个智能门锁除了大陆以外，我不知道外面的地方有没有卖的，因为它可能需要匹配你原来的家里的门，所以可能尺寸规格上面不一定统一。具体的设定是这样的，如果我在天黑以后回家的时候，当我打开家里的门那么客厅的灯就会自动被打开。当然如果我是在天亮的时候回家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到天黑的状态，这个灯是不会自己开的。这个就相当于说通过小米的这个智能门锁和我家里的灯泡进行一个联动，因为本身那个小米的智能门锁也是可以接入到网络里面，然后也可以通过米家的 app 来控制，所以这个就是前面说的3种主要的智慧场景里边的最后这一个联动的场景。这次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了这2个智慧家庭智能家居的最简单的入门产品，它们2个成本都很低，然后它可以把传统的电器变成所谓的智慧家居、智慧居家这样的产品。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这里也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它们的功能。至于更复杂或者说更大的一些家电，当然我买了很多米家或者小米相关的家电也好，或者是家居产品。当这些产品越来越多之后，才能更好的体会到这些智能家居所带来的便利。这2个确实是我觉得最合适入门的吧。想实现这2个呢，可能还需要搭配，比如这个灯泡需要一个开关，有一些条件呢，你要需要这样一个温度计。但这个温度计我买的这个版本是蓝牙的，而蓝牙又不能就是直接接到家里的无线网络里边，所以可能你还需要一个智能网关。这个智能网关是可以通过蓝牙去连接到这些非 WiFi 的设备，包括我这个灯泡其实也不是一个 WiFi 版本，它是个蓝牙的版本。因为我当时考虑的是，我一定是需要一个网关去接入到一些没有 WiFi 功能的相关的产品，所以当时就只买了这个蓝牙版本，因为蓝牙的版本会更便宜一点。当然这些没有也都无所谓，其实就光有一个这个智能插座就可以简单体会到或者说体验到这些所谓的智能家居的便利了。如果想要更好的体验的话，那还是需要逐渐的家里头把这些智能产品丰富起来之后，它们互相的联动可能会更有意思。我这里只是按照我的使用给大家分享。好，如果这期视频看的人多的话，我就再去把一些更复杂或者说更详细的一些我用过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挑几个我觉得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或者说挑几个比较坑的，比如说那个窗帘，其实我觉得就挺坑的。好，这期就先这样。